在藏傳佛教的歷史上啊，有過一段非常混亂的時期。那時候的西藏雖然寺廟和僧人很多，可是真正在修行的卻沒幾個。很多出家人不僅娶妻生子，還為了點香火錢去給人家算命看風水，甚至學一些黑魔法去害人。佛陀留下的那些清規戒律更是忘得一乾二淨。可就在這個信仰崩壞的時代，出現了一位要恢復藏區佛教秩序的高僧，他就是格魯派的創立者宗喀巴大師。1357年的青海省黃忠縣，當時這個地方在藏語裡被稱作宗喀，也就是宗喀巴大師出生的地方。所以宗喀巴其實並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後人對他的尊稱，意思就是來自宗喀的人。宗喀巴的父親名叫魯木布格，是當地的一個官员，母親叫辛薩阿雀，也是個非常善良淳樸的女人。他们家裡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個比較有威望的家族。宗喀巴則是家裡的第4個孩子。據說在他出生之前呢，就發生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情。先是他的父親魯木布格夢見一個穿着破爛袈裟的和尚，背着一捆經書，慢悠悠地走進了他們家的院子。這和尚的神態顯得很疲憊，但眼睛卻特別的明亮。魯木布格就迎上去問：“您這是從哪兒來？”那和尚笑了笑，就指着西邊說：“我從很遠的地方來，想在你家裡借宿一晚。”魯木布格剛想答應的時候，這和尚就化作一道光，鑽進了母親辛薩阿雀的肚子裡。而母親那邊呢，也同樣做了個夢，她夢見天上飄下來一個穿着白衣服的童子，然後手裡端着一個晶瑩剔透的花瓶，瓶子裡還插着一朵還沒盛開的蓮花。這個童子走到辛薩阿雀面前，把花瓶輕輕地放在了他的懷裡。等他們倆醒來後，仔細一想，心裡就明白了，這肚子裡的孩子肯定不是個普通人。後來到了這年的10月10日，宗喀巴就順利的出生了。據說宗喀巴出生後，他的母親把包衣埋在了地裡。後來這個地方長出了一棵白栴檀樹，然後這棵樹越長越大，樹葉也越來越多。當地人就發現這樹上的每一片葉子裡好像都有獅子吼叫的圖案，有的甚至看着就像是一尊小小的佛像。大家都覺得這樹有靈氣，就在這棵樹的外面建了一座塔。再後來這裡就發展成了今天的塔爾寺，這就是宗喀巴大師出生的傳說。宗喀巴出生後，當地有一位叫頓珠仁欽的修行人，他覺得這個孩子與眾不同，就在宗喀巴沒滿月的時候，派人送來了很多牛羊和財物。宗喀巴的父母一看這陣勢，心想咱們家雖然不缺錢吧，但人家送來這麼貴重的禮，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頓珠仁欽還托人傳話說，這孩子以後是個有大智慧的人，你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等他稍微大一點就把他交給我吧。宗喀巴的父母雖然捨不得，但也知道這孩子注定是屬於佛門，就答應了下來。到了宗喀巴3歲那年，剛好碰上第4世噶瑪巴路過青海，父親就帶着小宗喀巴去拜見這位大活佛。噶瑪巴看到後，就給年僅3歲的宗喀巴傳授了居士戒，還給他賜了個法號。於是在宗喀巴幼小的心裡，正式的埋下了一顆佛法的種子。宗喀巴到了7歲的時候，之前說要帶走他的頓珠仁欽就親自來到了他們家。宗喀巴的父母知道分別的日子已經到了，哪怕心裡萬般不捨，他的母親還是含着眼淚，親手給他換上了一身乾淨的衣服，然後把宗喀巴交給了頓珠仁欽。就在這一天，7歲的宗喀巴正式剃度出家，受了沙彌戒。頓珠仁欽還給他取了個正式的名字，叫羅桑扎巴，意思是善慧。從此以後，宗喀巴就跟着師父頓珠仁欽生活在了寺廟裡。可這寺廟裡的日子不像在家裡那麼舒服，他天還沒亮就得起床念經，還得幹各種雜活。可是宗喀巴不僅沒有半點抱怨，反而展現出了驚人的學習能力。不管多難的經文，只要學上幾遍，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到了他16歲那年，他在当地的名氣就已經很大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位过目不忘的神童和尚。不過頓珠仁欽的心裡很清楚，青海這地方太偏僻，而真正的高僧大德和深奧的佛法其實都在西藏的中部，也就是拉薩附近。然後有一天，頓珠仁欽就把宗喀巴叫到跟前，說：“你就像是一只長滿了羽毛的雄鷹，這小小的山谷已經關不住你了，你得去西藏，去那裡拜訪名師，去學習最純正的佛法，只有這樣，你這輩子才能有最高的成就。”
宗喀巴也聽了敦珠仁欽的建議，打算前往西藏尋求純正的佛法。在臨走前，他還回了趟家跟父母道別。但是誰也沒想到啊，這一面竟然是宗喀巴和父母在這個世上的最後一次相見。後來宗喀巴帶着師父的期盼和父母的不捨，踏上了前往拉薩的漫漫長路。他跟着商隊翻過了一座座雪山，穿過了荒無人烟的草原。遇到大雪封山的時候，那是连吃的都没有，只能抓把雪塞進嘴裡充飢。就這樣經歷了無數的艱辛，宗喀巴終於來到了拉薩。來到拉薩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這裡不僅有宏偉的寺廟、成千上萬的僧人，還有堆積如山的經書。他也是不分教派，只要是有真本事的老師都去虛心求教，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求學和背诵經文上。很快，青海来的神通洛桑扎巴这个名字就傳遍了拉薩大大小小的寺廟。不過隨着他的見識越來越多，宗喀巴就發現，雖然經書裡寫的佛法是那麼的純潔，充滿智慧，可是周圍現實中的僧人卻完全是另一副模樣。當時西藏正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地方勢力互相對抗，政權也是頻繁的更換，佛教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很多僧人早就對戒律不管不顧。有的人白天穿着僧袍在寺廟裡轉一圈，晚上就回到自己的大房子裡跟老婆孩子喝酒吃肉去了。有的就是為了爭奪一塊土地，或者為了多收點供養錢，就在私底下練一些黑魔法。甚至還有很多僧人去參與政治鬥爭。宗喀巴看着這些亂象，心裡就非常難受。他也會經常的問自己，當年佛陀在菩提樹下苦苦尋找的解脫之道，為什麼變成了今天這副烏煙瘴氣的樣子？如果出家人連最基本的規矩都不守，那我們還憑什麼去教化老百姓？所以後來他也會在講經的時候旁敲側擊地提醒大家要遵守戒律，可是那些早就習慣了舒服日子的和尚們根本就聽不進去，甚至還在背後嘲笑他說，這青海來的和尚書是讀了不少，可是太死板了，大家都是這麼過日子，他非要搞什麼清規戒律。這些流言蜚語傳到宗喀巴的耳朵裡，他也沒有去爭辯，而是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想改變別人，講大道理是沒用的，得自己先做到，要用自己真實的行動去喚醒他們。於是在他30多歲，也正是在他名聲最大、威望最高的時候，放棄了在拉薩舒適的生活，只帶了8個最核心的弟子，悄悄地離開了拉薩，到了一個叫沃卡的地方。然後他脫下了乾淨的僧袍，換上了一件別人扔掉的舊衣服，在一個偏僻的山洞裡開始了閉關苦修。他還為了清洗自己的業障和替眾生懺悔而不停地磕長頭，也就是整個人撲倒在地上，然後再站起來。據說他在堅硬的石板上沒日沒夜的磕頭，做了整整350萬次。除了磕頭呢，他還要做曼扎供養，就是用手拿着米粒或者寶石，在一塊圓盤上不停地擺放，就代表着把整個宇宙最美好的事物都供養給諸佛。而宗喀巴當時沒有錢去買華麗的曼扎盤，就找了一塊表面非常粗糙的石頭來代替，然後用自己的手腕和前臂在上面不停地摩擦和擺放。時間久了，宗喀巴的手臂就被粗糙的石頭磨得血肉模糊。他的弟子們實在看不下去，都勸他休息一會兒，或者是用一塊布墊在手臂下面。可宗喀巴卻搖了搖頭，說修行就是要斷除對身體的執念，如果連這點痛都受不了，以後怎麼解脫？就這樣，日復一日，粗糙的石頭也被他用自己的身體磨得像鏡子一樣的光滑。而就在這種極度專注中，宗喀巴的修行也有了巨大的突破。有一次在他進入禪定之後，就感覺到眼前出現了一片柔和的光，然後文殊菩薩就顯現在光芒之中。宗喀巴看着文殊菩薩，就把自己心裡關於佛法的種種疑問都問了出來。然後在經過文殊菩薩的點撥之後，宗喀巴就感覺到以前讀過的那些經文全部都能串聯起來了，也徹底悟透了緣起性空的道理。後來他陸續寫下了著名的緣起讚、菩提道次地廣論和密宗道次地廣論，這幾本著作就成為了格魯派最核心的理論基礎。隨着他的這套理論逐漸成熟之後，宗喀巴就回到了拉薩，他要親自去解決西藏佛教戒律敗壞的問題。可是回到拉薩後，卻發生了一件讓他極為揪心的事情。有一天，一個從青海來的商人找到了他，這商人從懷裡掏出一封皺巴巴的信遞給了他，然後嘆着氣說：“大師呀，這是您的母親托我帶來的。”
宗喀巴拆開信封，就發現裡面有一些白色的長髮。信裡寫的內容是他的母親帶來的一段話：你離家已經很多年了，你的父親已經不在，我也老了，眼睛快看不見了。這縷白髮是我從頭上剪下來的，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在我閉上眼睛之前，你能回來看我一眼嗎？宗喀巴看着枯草一般的白髮，也忍不住紅了眼眶。可如果現在回去，自己正在進行的佛教改革就要半途而廢，那些剛剛被喚醒的僧人可能又要墮落。要是不回去，那他很可能連母親的最後一面都見不到。宗喀巴是整整想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做出了決定。他找来了一張紙，親自畫了一幅自己的自畫像，讓商人带回了青海，而宗喀巴再也沒能見過自己的母親。在斬斷了世俗的牽掛後，宗喀巴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改革之中。他先給自己换上了一頂黄色的桃形僧帽，来區別於當時那些戴着紅色帽子的舊派僧人。他定下的規矩也非常嚴格，比如只要是穿上袈裟出家的人是絕对不许結婚的，也必須斷絕男女之事，還有不能參與世俗的應酬和生意，更不允許喝酒和殺生。在剛開始的時候，習慣了散漫的僧人們根本受不了，有的人就在背後罵他，甚至有些人想聯合起來把他趕出拉薩。可是宗喀巴嚴於律己的態度，老百姓們都看在眼裡，也都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高僧。於是許多百姓開始自發地供養宗喀巴，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僧人脫下了以前的舊僧衣，換上了黄色的帽子，這也就形成了後來的格鲁派。格鲁在藏語裡是善規的意思，也就是守規矩的派系。到了1409年的時候，宗喀巴的威望也已經達到了頂峰。在當時的地方政权帕竹王朝的支持下，他在拉薩的大昭寺舉辦了一场空前盛大的法會，幾萬名戴着黃帽子的僧人整齊地坐在廣場上誦念經文。這也是歷史上著名的莫朗木祈願大法會，也叫傳召大法會。同年，他在拉薩東邊的一座山上還親自動手和弟子們一起建立了一座全新的寺廟——甘丹寺。這座寺廟不僅是格鲁派的第一座根本道場，更是宗喀巴精神的象徵。1419年的10月25日，63歲的宗喀巴把自己的法帽和法衣交給了弟子賈曹傑，然後盤起雙腿，雙手結成定印，安詳地在甘丹寺裡圓寂。後人就把這一天定為了燃燈節。每到這一天的晚上，藏區大大小小的寺廟和老百姓的家裡都會點起無數的酥油燈，紀念這位偉大的改革者。感謝您的收聽和收看，那我們下次再見。